再给拿破仑一次机会，结局会如何？1803年，法国与英国进入敌对状态。同一年，英国与西班牙在美洲仍拥有广泛的殖民地。法国将路易安那领地卖给了美国，毕竟欧洲的战争需要资金。同一年，俄罗斯进入国内改革，并希望吞并格鲁吉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谁将统治欧洲？那么各位观众，请将你支持的一国打在弹幕上。比赛现在开始。1804年，拿破仑加冕为帝，法国东部的邻国们关系紧张，瑞士、西班牙、意大利或多或少在法国的支配当中，因此站在同一战线，对奥地利发动了进攻。1805年，俄罗斯与奥斯曼帝国开战。面对俄罗斯的侵略，奥斯曼帝国虽然衰落，但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地区强权，因此可能寻求与其他欧洲国家结盟，以抵抗敌方的进攻。同一年，波斯军队向高加索地区行军，与俄罗斯展开激烈战斗，试图收复一些失地。1806年，欧洲看起来战火纷飞啊！法国这次率先进攻神圣罗马帝国，目的是彻底打破哈布斯堡王朝的权力基础，削弱奥地利在中欧的影响力。一波进攻后，神圣罗马帝国迅速崩溃，解体在即。1807年，俄罗斯宣战奥地利，俄军与法军在中欧和东欧的多个战场形成。奥地利是否会寻求普鲁士的帮助呢？法国同时攻入了奥斯曼帝国，以得到地中海沿岸的控制。1808年，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，英国宣战了奥地利。原来奥地利退出了反法同盟，他们开始向法国妥协了。英国自然要阻止法国权力的再度扩展，只好自己来夺下奥地利，以此掌控神圣罗马帝国的话语权。1809年，站在法国这边的西班牙开始配合进攻已经溃败的神圣罗马帝国，同时参加这次战役的盟友还有丹麦。1810年，瑞士希望脱离法国的控制，不要再做棋子了，但导致法国将其吞并。1811年，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域进一步缩小，俄罗斯获得对奥地利的大部分占领。1812年，丹麦的第二次进攻导致神圣罗马帝国彻底解体。英国当前形势不利，只能先着手于进攻奥地利的战线。1813年，西班牙攻入奥地利战场，试图进行瓜分。1815年，瓜分完成，奥地利战败，俄罗斯获得最大收益。同一时间，神圣罗马帝国复苏了，接连在3个地点爆发对法国阵营的反抗，奥地利因此也恢复了一部分领地。1817年，俄罗斯第二次完全占领奥地利。法国看到了机会，于是选择攻入英国以及瑞典。1820年，英国沦陷，神圣罗马帝国的复兴大计显然已经失败。这一时刻，法国开启了更大规模的扩张，并解除了与多国的同盟关系，以此获得最直接的掌权。1825年，在法国对北欧的一片血洗过后，神圣罗马帝国的火焰再度燃起，这股小强精神值得敬佩。不过他往日的盟友还有谁呢？没关系，反法同盟吸纳了新成员，西班牙加入，对法国进行宣战。1827年，法国第3次解决神圣罗马残余，那么接下来可以专心应对西班牙叛军了。1829年，法国完成了对北欧的占领计划。当前最大势力主要由3国构成：法国、俄罗斯、奥斯曼帝国。当然，与原本面积相比，奥斯曼帝国已经减少了许多。1830年，俄罗斯军队进入西班牙地区来抢夺剩余部分，当然这一定涉及法国的利益。不过对此，法国军队没有采取任何应对，就这么放任俄军完成了占领。1832年，法国向东扩张，吞并普鲁士，这下好了，与俄罗斯接壤了。历史上第6次反法同盟已经被法国轮番拿下，仅剩俄罗斯。然而当前，俄法依然没有相互宣战。到了1835年，法国率先进攻奥斯曼帝国，这场仗相当顺利。奥斯曼在面临法军的全面进攻时显得异常脆弱，尽管曾拥有庞大的军事力量，但由于内部腐败、组织松散和装备落后，使其军队在面对法国的强大攻势时显得束手无策。1834年，奥斯曼帝国战败，战争进入最关键的时刻，法国与沙皇即将碰撞，美国获胜。让我们进入终局一战。
1840年，俄罗斯大面积撤退2000公里，法国占领欧洲全境，因此获得本期比赛的冠军。